湖南的一处工地上，一名挖掘机小伙正在作业时，意外挖到一个古墓。小伙在棺材里的古尸身上发现了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出于好奇，小伙就把它扒拉了出来。这一扒拉可不得了，扒拉出一看，竟然是一个棺材阿魏。不知各位观众是否听过这种东西，但在国内老一辈眼中，那可是千金难买的神药。传说中，古代的千金小姐吃了大量补药去世后才能长出的一种灵药，据说能包治百病。而这消息一出，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有人不惜花费重金，愿意出价10万购买此宝物。面对天价诱惑，小伙会如何抉择呢？阿魏的药效果真如传说中那般神奇吗？各路专家经过化验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走进湖南湘潭，一起解开古坟阿魏之谜。2008年的一天，湖南湘潭市一处修路的工地上，众人正在忙碌的施工。开挖掘机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姓李。他和往常一样，娴熟地操作着机器。发掘机一铲下去，他在驾驶室并没觉得有什么异样，而路面上的工友却大声叫起来，喊他赶紧停下。原来发掘机疑似挖到了一个墓葬。从驾驶座上下来，小李和众人一起查看，果然是个墓坑，已经塌陷大多半，里面有一副严重腐烂的棺材，棺材的木头几乎碎成渣，棺材里面还有少量人骨残骸，整个墓坑的情况几乎看不出是个坟墓了。工地施工挖出墓葬是常有的事儿，工地负责人仔细看了看墓坑的情形，以他的经验，都不需要再向文物管理部门汇报了。既然棺木都碎成了泥，也没有陪葬品，于是他就招呼大家赶快回填。毕竟和考古专家眼中的古墓不同，作为工程施工人员挖到墓葬，大家不会认为是一件多好的事。而回填也是工地人员的惯常行为。因为墓葬是小李开着挖掘机挖出的，所以工地负责人就让他来负责清理留在地面上的堆土，完成回填的工作。小李呢，也打算重新回到驾驶座，开动发掘机往墓坑里回填堆土。不过就在这时，鬼使神差的，他朝墓葬坑里看了一眼。开头看墓葬坑的时候，人多且杂，小李并没怎么看真切，所以他并没有凑得很近，看得有多仔细。而此时就这一眼，小李的视线似乎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原来他正好看到墓坑中尸体的头骨上似乎有一坨奇怪的东西，黑乎乎的，还是体积不小的一坨。也许是好奇心使然，小李忍住看到白骨的不适，凑进去看那坨黑乎乎的东西。这一看不打紧，他发现这坨黑乎乎的东西个头不小，是长在头骨的眼眶中的。鬼使神差，小李下意识地用手去扒拉了一下这块东西，触感有点像肉，类似于腊肉。如果你在湖南的农家待过，就会知道这种触感很像腊肉，那种还在晾晒中的没有彻底风干的腊肉，依稀还有一点湿润的感觉。不过小李当然知道这不是腊肉，应该是人肉块。惊恐和慌乱之下，再次鬼使神差，小李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用力一揪，把这块东西给扯了下来，然后就像碰到一块烫手山芋，火速把它扔到一边去。小李发现自己心跳有些加快，转头去看头骨的时候，头骨的眼洞似乎正在空洞地凝视着他。这时身边一起的工友有人也凑过来看，但没人敢碰。工友们和他一样，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尸骨上的肉，想着就觉得瘆得慌。这时有人略带谴责地说，小李，回填就回填，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小李有些垂头丧气，把手洗了后又重新返回挖掘机边。这一次他直接上了驾驶室，闷头闷脑的很快把墓葬回填了，但他忘了路边还有块扔掉的尸肉。下工后，小李回到家中，和平常一样和家人一起吃饭，跟自己的父亲喝点酒聊聊天。他跟自己的父亲说起白天工地上发生的事，父亲听着他说，脸上的神情却起了变化，开头还有说有笑的，而说着说着的时候，他发现父亲居然变得一脸严肃。就在他说道其他的人都觉得是尸肉，
没人敢碰的时候，小李的父亲竟然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小李心想，难道摸了死人肉有什么讲究？自己也是洗了手的，或者摸过尸肉后不该吃酒。正想开口问，谁知父亲神情严肃，又有几分诡秘地对他说：憨货，你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快去把你说的那块黑东西给我弄回来。小李不解地看着父亲，父亲才不管他啥反应，继续一脸严肃地说道：快去快去，看看那个东西还在不在，快些给我弄回来。小李一脸不解，心想，工地上那么多人看过都怕，你还喊我弄回来。这时父亲已经站起来，直接赶他去弄回来。无奈小李只好起身朝工地走去。这一路他心想，硬是闯到鬼了，这一天闹的。不过小李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命令你做什么的时候，不一定非要交代原因。好在他家离工地并不太远。小李返回工地，在墓葬边的路边，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扔出的那块肉。小李强忍住恶心，再次拿起那块黑乎乎的肉，想不明白父亲要这块尸肉做什么呢？难不成想拿来泡酒？他脑子里闪过很多猜测，都被自己给否了。回到家，小李将肉交给了父亲。眼前的这坨东西黑乎乎的，皱巴巴的，个头还真的不小。小李的父亲端详着眼前东西，乐得不行，而且他还上手轻轻碰触了一下，看起来也并不害怕。这尸肉比起白天小李捡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收缩了一些。小李的目光瞥向一边，不想看到这块被自己从尸骨上扯下来的东西。老李问小李，你看到它的时候，确定是长在尸体上的？小李点点头，是，眼睛框框里长出来的。这时父亲脸上的笑容竟然变得更加灿烂。好东西，好东西。父亲一边说着，一边端详着这块肉。小李心里直打鼓，终于忍不住发问，老汉，你要它干什么？这时父亲对小李说，阿卫，应该是阿卫。阿卫？什么阿卫？难道是个以前去世的什么人？父亲认识？小李心想，即使认识，也不至于让他把这块尸肉给找回来吧。看父亲的样子，没喝高。小李只好问，阿卫是谁？你认识吗？父亲这才对他说，阿卫不是个人，而是一种药材。老一辈的人几乎无人不知，都听过棺材阿卫的传说，只是小李这一辈的人可能知道的不多了。原来在小李他们生长的湖南湘潭一带，一直流传着棺材阿卫的诡异传说。据说古时候有钱的富贵人家，有那尚未出阁的千金小姐，因为身体羸弱，常年需要吃补药，死后药性在体内沉积，就会在尸骨上长出一种极其珍贵的药材，就叫阿卫。这种药材那可是千金难买，百年难遇。不过阿卫的出现必须同时满足多种条件。第一，就是死者必须是未婚少女，而且还必须是突然发病死亡的。第二，死者必须是吃过大量补药的。第三，对埋葬的地方也有讲究，必须是葬在风水宝地里，能够保证尸体在30年到60年之间不会腐烂。第四呢，最难达到，阿卫挖出来的时候，要尸骨和阿卫同时出现。只有满足以上4个条件，才能被叫做棺材阿卫。而棺材阿卫是可以包治百病的，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治。所以父亲会问小李，东西是在哪里看到的，是不是在尸体上发现的？原来这黑乎乎的怪东西并不是尸体上的肉，而是一种药材。小李看着眼前的东西，以为是尸肉的那种不适感渐渐没有了。既然如此，东西肯定值钱，小李心里想着。不过是不是像父亲说的那么神奇，他也就是姑且听着，将信将疑。父亲一脸郑重地把阿卫用纸包好，收藏起来。第二天，小李早起又去工地上忙活。晚上回家时，发现有几个岁数大的父亲的朋友出现在他家里。原来父亲找来村里一些相识的老人，帮他看看小李从工地上捡回来的这坨东西到底是不是阿卫。这些人见小李回来，重新给他讲了讲阿卫的传说。还有人说，因为只能从棺材里长出来，所以也有人把这东西叫做血灵芝。
此时再端详父亲放在桌子上的那块肉，虽然东西依然是黑乎乎的，好像又干缩了一些，不过现在看还真有点像灵芝了。小李感觉有几分幸运，幸好父亲让自己把这东西给找回来了，要不然这么个珍贵的药真就白白的被自己错过了。而小李的父亲呢，虽然没有从自己的一些老伙伴那里求证到手上东西就是阿魏，但大家都说8、9不离10，非常像。这也让老李感觉很高兴。他把这棺材里出的宝贝小心翼翼的重新包好，放到壁橱里藏起来，也没多想什么。一家人该打工打工，该吃饭吃饭。出乎老李和小李想象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老李和小李都感到不消停。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呀，老李家挖坟得了阿魏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方圆10里8乡传开了。没过几天，就有人上门来求药，而且来者源源不断。这些人啥情况都有，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10里8乡的邻居、亲戚的亲戚之类的。总之都是不请自来，有人想花钱买药，有人要求看看药长啥样，是不是真的。总之老李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老李骨子里是个老实本分人，虽然这些年打工也见过不少世面，面对来者，他感觉给人看也不是，不给看也不是。人人都说财不外露，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此时他甚至有几分后悔，当时请几位老兄弟过来帮着鉴定，这鉴定没鉴定清楚，消息却传得铺天盖地。关系近的老李就告诉人家到底是不是阿魏，自己也没准数，关系不近的他也只能说这东西是不卖的。总之说好说歹，把来人给劝走，也要费不少唇舌。这一天又有人找上门，说要看看阿魏。这来者岁数看起来和老李不相上下，死磨硬缠，见老李不为所动，索性说他把钱都准备好了，他打算开价10万。说着，来者还真拉开袋子，让老李和小李看到里面钞票的冰山一角。由于场面过于戏剧性，小李赶紧给来人的茶里添上热水，而老李则是板着脸不说话。其实他并不是打算还价，而是心中却犯了难。这东西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呢？如果卖的话，看眼前这人的架势，拿货走人，钱货两清是很容易的事。要知道10万元这个数字对于老李的家庭可是一笔大数目啊，简直就是天降横财。看老李还是没出声，出价10万的这人又接着告诉老李说他其实是得了绝症，已经没希望了，所以不管好坏吧，打算赌一把，万一老李手上这药能治好他的病，他觉得花10万捡回一条命值了。万一捡不回呢？面对来者的坦诚，老李也说出自己的顾虑，这药还没有确定是不是阿魏呢。听到老李这样说，来者表示即使吃老李的药没救或者死了，他都不后悔，也不会怪罪老李，而且保证不会再讨回去这花出去的钱。对方虽然爽快，但老李听后更觉得不能把药不明明白的卖给别人。他联想到万一这东西真的是啥有毒的东西，给人吃了闹出人命来，那可担待不起。所以他说好说歹，劝走来访者，并告诉他如果鉴别出阿魏是真的，会再和他联系。送走来访者的时候，老李心里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鉴别出阿魏的真假。第二天，老李的身影出现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他打算帮忙请老中医帮着鉴别到底是不是阿魏。药铺连带着诊所，是镇上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开的。老中医和老李相熟，早年间家里人得疾病，西医说要开刀，费用很高，硬是找这位中医，没开刀，吃了几副药后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老李对老中医很是信服。老中医如今已经70多岁了，他的确听说过棺材阿魏的传说，不过没想到自己有机会亲眼见到，而且是一个和自己有交情的病人。老中医端详着眼前的阿魏，听着老李讲述他的神奇来路，看起来完全符合传说中人们讲的阿魏的情况。但医生毕竟是医生，老中医打开药典，告诉老李名字叫阿魏的药材，药典里倒是有记录的，不过药典中的记录
可跟老李拿来的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只是一种治疗腹痛和腹疾的药，有杀虫消毒的效果。这种药呢，据说散发着比较难闻的臭气，所以又叫臭阿魏。眼前这东西和药书上说的阿魏可是不一样的，那到底是什么呢？老李有些不甘心，就问老中医会不会是雪灵芝呢？老中医又看了看，对老李说，他觉得可能是一种真菌类的植物，但是不是雪灵芝他也无法判断，因为他压根没见过叫雪灵芝的药材。他倒是知道有一种雪灵芝是白雪的雪，不是这种汲取了死尸身上的补药精华长出的雪灵芝，同音不同字，叫雪灵芝中药。老中医是见过的，药典上也有记载，不过和老李拿来的这个灵芝长得完全是两码事。那种雪灵芝它的药材铺子里现在没有，不过长得就像正常的灵芝，而且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生长条件和老李的儿子在墓地棺材中这种湿冷的环境中发现的东西完全不同。老李闻言，心里就像被泼了一瓢冷水，又问道，不管这是啥，总该可以算药吧？能治病吗？老中医依然是摇摇头，他告诉老李，他只能根据这个东西形状还有老李的叙述来判断，这东西可能是一种生长在地下的菌类植物，能不能入药他完全不敢打包票，也不敢实验的，他这里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老中医还劝他千万不要把这当成药，随便让人去试。如此说来，民间传说的棺材阿魏和医书上记载的阿魏根本不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一回事，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叫个啥名字？老中医也说不出来。老李觉得心有不甘，这东西既然能在地里生长那么多年，还长在人骨头上，这不就是阿魏吗？老中医因为药书上的阿魏就不承认他们从小就听过传说的阿魏。如果棺材阿魏不能治病，老辈子人为啥要传说呢？事实上，老中医说的阿魏在唐朝药典《唐本草》中就有记载，而后来的《本草纲目》中也有收录。那个阿魏在印度、波斯等地多有生长，而在国内新疆一带可以找到。作为中药阿魏，的确有一股子浓烈的一股臭味，不像老李这个没啥味道。那么老李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回到家中，老李把他心目中的阿魏放好。家里时不时的还是会有一些人来问药，虽然不像最开始一段那么多，老李还有小李都感到有些头大，搞不清楚他们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面对这些人的迫切，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天，老李的家里又来了一个特殊的访客。这人啊，不是来求医问药的，而是一位记者。听说老李家因为工地挖坟，捡到传说中的阿魏，特意登门造访，想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李和小李没想到消息都传到记者那里了，于是把发现棺材阿魏的经过，还有去找老中医鉴定等事情，统统告诉这记者了。记者说可以给老李推荐一个人，让他去找这个人帮着看看他们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听到记者这样说，老李很高兴，脸上又堆满开心的笑容。记者推荐给老李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于菌类植物很有研究。和教授联系上后，老李按教授的要求把阿魏送了过去，征得老李同意。教授把老李的带去的阿魏给切了一个切片，送到实验室里去分析。教授初步判断下来，认为老李手上的东西很像多孔菌。说起来，这多孔菌应该跟灵芝是比较接近的，不过最终的判断还是要等实验室出来结果。听说跟灵芝接近，老李感到十分高兴，觉得还是教授识货。因为灵芝大家都知道也是稀罕物呢。不过接下来教授的一番科普却让老李心里有些发凉，没那么激动了。原来这教授说呀，即使是灵芝类的，作为药材，药效也是有限的，可以辅助治疗癌症之类的，但不能作为主要。那些说灵芝能治癌症的，有过分夸大药效的嫌疑。教授还让老李看了灵芝的标本，老李觉得单从外形上看，的确也不太像。不过既然教授说儿子捡到的东西和灵芝应该算是亲戚，那价值
应该还是很高的。答案揭晓的日子终于来临。显微镜下，老李拿的怪东西身份变得清晰起来。果然像教授说的，这是一种多孔菌类，只是十分罕见，学名应该叫做被状目层孔菌。直白地说，它也是属于灵芝的一种。这种菌类的孢子喜欢阴暗潮湿的腐木，经常在腐烂的木材上寄生，所以从古到今一直时不时有人从腐烂的棺木中挖到它。只不过由于古代的人们对于科学知识不够明了，不明其中缘由，加上对坟墓棺材充满恐惧，久而久之便出现了棺材阿魏的传说。至于这种东西的药用价值究竟如何呢？教授说，目前没有得到科学验证，最好不要轻易服用。虽然对教授说的很多道理老李也不是特别明白，不过他听懂了教授的意思，其实和老中医的意思差不多，不能随便当药。老李还是感到有些失望，还在向教授强调，这灵芝可是从人骨眼眶里长出来的，他儿子亲口说的。教授说，即使是这种菌类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实际上和那个生长在眼眶里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生长在眼眶里可能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因为这种菌类的生长条件是长在腐木上和阴湿环境中的，棺材虽成渣，正好说明是腐木，而可能是腐木渣掉在眼眶里，这一坨东西正好长在那里了。有了切片分析，至此古墓中的阿魏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了明确答案，大家也都认为有了定论。不过老李的心中似乎仍有不甘，或许因为是小时候接受的传说印象太深，或许是因为有人曾经想高价买走，所以老李说他还是会好好收藏这块东西，打算找机会带一点给在国外读书的亲戚的孩子，让他帮着问问是否真的不能当作药用。至于小李呢，仍然在工地上忙活，对他来说这事儿算是翻篇了。再有人来问时，他会直接告诉别人那东西不能当药。那老李是否会觉得后悔呢？当初有人出10万的时候都没卖，要老李说心里话，他会告诉你不后悔。这可能也出乎很多人意料，因为他觉得儿子遇到阿魏是缘分，至于能不能真给人吃，还是要慎重。看起来他的想法有些不符合逻辑，但他就是这么想的，能不能给人吃要听医生的，而这东西是不是宝贝呢？他仍然觉得是，这就是百年难遇的宝贝。阿魏和老李一家人的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至今阿魏还存放在老李的壁橱之中，而在乡邻的传说中，他依然有着几分神秘色彩，仿佛有了一个这样的神奇东西的存在，大家觉得阿魏的传说似乎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了。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阿魏故事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